阿良飞身前往9天之上，与那道教赫赫有名的道老二酣战不休。这一战震动3界，也牵动着无数人的心神。人们不禁要问：这位敢以一己之躯叫板道祖座下亲传弟子的猛人，何时才能与他心心念念的小师弟陈平安再度相逢？为何重逢之后，向来天不怕地不怕的阿良会被陈平安几句调侃对得哑口无言？而在那短暂的相聚时光里，阿良又对陈平安留下了怎样的肺腑之言，暗藏着多少期许与叮嘱？要解开这些疑问，还要从最新的剧情说起。彼时的阿良刚在人间地界了结了访白玉京与大黎皇帝的2场纷争，一身锐气正盛。听闻故人席敬春在天界蒙冤受屈，便二话不说，提着一枪孤勇直闯9天，只为替席敬春讨一个公道。天界之上，道老二的威名绝非浪得虚名，那是道教除却道祖之外公认的战力天花板，一身道法精深莫测，更兼手握诸多护身法宝，占尽了天时地利。阿良纵然剑术通神，拳法刚猛，此番对战也难免落了下风，吃了不大不小的一个亏。可谁也未曾料到，正是这场吃亏的交手，竟促成了他与陈平安的一场意外重逢。那时候的陈平安正循着冥冥之中的指引，开启了送剑的全新复。他乘着一叶扁舟，缓缓行至昆鱼渡的水面之上，船身轻晃，水波潋滟。舟中并无旁人，只有陈平安与2位容貌清丽的女子相对而坐，几人闲谈着江湖轶事、山海奇观，气氛闲适而平和。就在这般悠然的光景里，忽然听得头顶之上传来一声巨响，轰隆之声震得天地都为之晃动，原本澄澈明净的天幕竟生生破开一道巨大的口子。紧接着，一道身影裹挟着漫天风云，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，直直朝着渡船坠落而来。砰的一声闷响，那道身影重重砸在船板之上，扬起一阵尘土。陈平安与2位女子皆是一惊，定睛看去，才发现掉下来的不是别的什么妖魔鬼怪，正是那个号称浩然天下最猛的男人阿良。几乎是在阿良坠地的同一时刻，天幕的裂缝之中传来一道洪亮而带着几分戏谑的声音，浩浩荡荡传遍四方：阿良，品到这一拳如何？这一声质问如同惊雷炸响，瞬间便让陈平安明白了前因后果。原来眼前这个灰头土脸、衣衫有些凌乱的阿良，竟是被道老二一拳打落凡尘的。陈平安看着狼狈不堪的阿良，眼中满是惊愕，随即又忍不住露出一抹笑意，走上前去，故作惊讶地调侃道：怎么，阿良，你这是被人打下来了？看这模样，那一拳确实有点猛啊！这番明晃晃的暗讽落在阿良耳中，当即让他恼羞成怒。他猛地从船板上一跃而起，也不顾身上的尘土，抬手就一巴掌拍在了陈平安的脑袋上，力道不大，却带着几分恨铁不成钢的意味。在阿良看来，道老二那所谓的重拳根本算不上什么。他梗着脖子，一脸不服气，仿佛刚才坠地的狼狈全然不曾发生过。陈平安挨了这一下，也识趣的不再打趣，只是憋着笑，小心翼翼地问道：又跟人打架了？阿良闻言嘿嘿一笑，脸上的懊恼瞬间散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如既往的桀骜。他大大咧咧地往船舷上一坐，对着陈平安撇撇嘴说道：天上那位就是个臭不要脸的家伙，整个道教里头，除了道祖那个老古董，就属他最能打，简直就是一只老王八。要不是仗着天时地利，还有那些护身的破法器，他哪里是我的对手？等会儿老子回去，定要还他一拳，让他也尝尝我的厉害。这番豪言壮语说得掷地有声，仿佛下一刻就要重返9天，再战300回合。可陈平安只是静静地看着他，半晌之后才淡淡回了一句：有空常下来玩啊。这话看似寻常，却像一根刺，精准地戳中了阿良的痛处。他当即瞪大了眼睛，忍不住爆了一句粗口：大爷的！在他听来，陈平安这话分明就是不信任自己，觉得自己打不过道老二，只能灰溜溜地躲到人间来。尽管心里憋着一股气，可阿良不得不承认，那道老二确实有几分真本事，能笑纳真无敌这般称号的道祖二弟子，绝非浪得虚名之辈。阿良向来眼高于顶，看不惯道老二那副高高在上的模样，可若单论打架的本事，对方还真挑不出半点毛病。阿良想起方才在9天之上的对战，依旧觉得酣畅淋漓。那时他因为一时意气，并未携带佩剑，道老二见他赤手空拳，竟也颇为豪爽地舍弃了手中那柄位列4大仙剑之一的神兵利器。2人皆是顶尖的高手，便这般纯粹以拳头相搏，以道法相争，在那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的9天高处，一边你来我往，拳脚相向，一边还要分出心神，斩杀那些趁机作乱的天魔。拳风呼啸，道法纵横，天魔哀嚎，云海翻腾。那般快意恩仇、潇洒肆意的对战，于阿良而言，当真是人生一大乐事。即便是最终吃了亏，他也觉得不虚此行。短暂的吐槽过后，阿良与陈平安便暂且放下了方才的话题，闲聊起了家常。他的目光一扫，便瞥见了陈平安腰间悬挂着的那个酒葫芦，葫芦的皮质光滑，显然是被主人时常抹死。阿良不由得有些诧异，他清楚地记得从前的陈平安滴酒不沾，如今竟也随身带着酒葫芦了。时光荏苒，那个曾经在倪萍巷里小心翼翼，连话都不敢多说的少年，
如今已然长成了独当一面的汉子，连喜好都悄然发生了改变。阿良看着陈平安，眼中闪过一丝欣慰，随即又想起了许多往事。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说起了当年在石拱桥畔那柄老剑条的种种轶事。那些尘封的过往，带着岁月的温度，在两人的闲谈之中缓缓流淌。只是这些回忆终究短暂。阿良抬眼望了望头顶的天幕，那里的裂缝还未愈合，隐约能感受到9天之上传来的威压。他知道自己与刀老二的这场争斗还远远没有结束。临行之前，阿良收敛了脸上的嬉笑之色，神情变得前所未有的郑重。他拍了拍陈平安的肩膀，目光深邃而坚定，一字一句地嘱咐道：“平安，你要记住，真正的强者从来都不在乎什么无敌的虚名。这世间最要紧的事，不是打赢每一场仗，而是要活着。哪怕输得再惨，摔得再重，也千万别死了。只要还有一口气在，就能一次次站起来，再次愤然出拳，再次拔剑出鞘，这才是真正的强者该有的样子。”这番话字字珠玑，蕴含着阿良半生的江湖阅历与处世之道。他看着陈平安，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，也看到了浩然天下未来的希望。顿了顿，他又补充道：“哪天你若是走到了剑气长城那边，要是有哪个兔崽子不长眼，拿我今天被打落凡尘的糗事笑话我，你记得告诉他，就说我阿良保证，很快就会一拳把那个道老二整个人砸进清明天下，让他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猛人。”话音落下，阿良不再迟疑，他对着陈平安挥了挥手，身形一晃，便化作一道流光，直冲天际，再度朝着那9天之上的战场飞去。这一趟人间之行，阿良来得匆匆，去的也匆匆，前后不过短短数刻时光，却在陈平安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。看着阿良毅然离去的背影，陈平安的眼中没有丝毫的轻视，反而充满了敬佩。在他看来，阿良就算是被道老二一拳打落人间，也丝毫没有丢掉那份独属于他的豪迈与锋芒，反而这般敢做敢当，输了也绝不认怂的阿良，才是那个真正的猛人，才是那个让他打心底里佩服的师兄。只是陈平安的心中终究还是藏着一丝小小的遗憾。他认识阿良这么久，听了无数次关于阿良剑术通神的传说，却至今还没能亲眼见过阿良拔剑的模样，那该是何等的风采，何等的惊艳，光是想想便足以让人心驰神往。纵观这段剧情，其精彩程度不言而喻，大概率会成为第3季开篇的重头戏，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。而在第2季的剧情之中，观众怕是无缘见到这场酣畅淋漓的重逢与对战。按照故事的发展脉络来看，第2季的结局应该就是陈平安收拾好行囊，踏上送剑之路，开启全新副本的那一刻。这一别既是旧篇的落幕，也是新章的序章，让人不由得满心期待，盼着陈平安在送剑之路上的种种奇遇，也盼着阿良与道老二的那场惊天对决能够早日落下帷幕。